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。大家好，我是真茶君普文。由于这几天一直在忙于自己的一个直播工作，很多茶友寄来的让普文品鉴的一个茶都是有滞留，在这里请大家原谅。好，今天抽时间为大家品鉴一款茶友寄来的白茶，而且这个茶友很大方，寄来了是一大袋的白茶。好，我们先拿一部分茶到这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白茶。首先我们来评测一个茶的时候，要学会看这个茶的外形和颜色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茶是一个什么颜色，是不是有红红的，其实不像一个白茶。你看叶子有红有绿有白，这个直接就是深红了。或许很多茶友就会认为它是一个红茶。第一个问题来了，看到这样的茶，我们首先要学会去评判它是一个什么类别的茶。那我们大致的看一下这个茶的颜色，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白茶，因为这个叶子是整叶的，也没有什么动过啊。但是这样颜色的白茶属于什么样类型的白茶呢？晒白，或者是这是一款晒白茶通过阳光萎凋的一款茶。这一款茶是一定通过阳光萎凋才会呈现这样的颜色，整个叶子都会红的颜色。正常的阴干的白茶它不会具有这样的颜色，而且它的以绿色为主。然后我们再来分析这个茶，你看这样叶子特别大，梗特别长，这个小节跟这个小节比例相差非常大。那这个茶是雨水季节的一个茶，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茶到底是不是春茶呢？像出现这样梗相差差异很大的这个茶肯定不是春茶，而且它的梗都比较粗。首先这样一判断，这个茶一定是个秋茶，不是夏茶因为夏茶的生长情况，这种情况叶子都采摘就不是根本夏茶的问题。夏茶一般大家不会去采摘这种叶子，因为这种叶子的采摘只有一个情况，就是鲜叶情况比较少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存在了这样的一个采摘。这样的采摘正常情况下是一个秋茶或者过冬芽的一个采摘，这个茶应该是明显就是一个秋茶。从以上述大家就能做一个判断。那作为这样的一个白茶，我们值不值得喝呢？值不值得品鉴呢？什么茶我们都可以尝试下，我们什么茶都可以开汤一下。但对于普文来说，这样的制作方式来制作白茶属于不合格现象，因为晒白不是这样晒的，晒白不是用猛烈的太阳晒的，像这种情况是含水率过高，一定用猛烈的太阳，就是中午比较刺的太阳，就是下午比较烈的太阳晒到了。好，话说了这么多，那我们不管怎么样，茶友寄来是一番心意，我们开汤尝试一下。现在来开汤，因为这个茶友普文见过，他也是一个非常虚心好学的一个小伙子，那普文必须得给他开汤，指出这个茶有什么不规范的地方，或者做的不到位的地方。2分钟之后，普文将会给他做出一个评测，然后给他提一些意见。那评测茶，我们先来闻一下这个茶的一个香气。这个晒白明显就能在热汤当中闻到一股日光的味道，而且还有一股微微发酵的一股味道。这类茶呢，普文说句实在话，1年内2年内喝是一个非常好喝的一个茶，甜度超级高，但是它又有点红茶的味道，但是它这个红茶的味道呢是属于一个自然发酵的味道。这类茶普文要阐述的是，它不适宜长期保存，因为在日后的转化中，转化的区间和方向都比较怪异。这个茶的香气再怎么日晒的，一定会有青味跟红茶的味道，包括口感都有。好，我们来喝第2泡。第1泡的这类做法，它还会有一点涩口，水是特别柔但是茶气会弱很多。晒白它就存在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因为它的细胞很多破壁发酵了，这个破壁跟柔茶破壁是2码事它是自然破壁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，就略微差于红茶的一个汤色它有金黄色了
而且这一泡它的那种晒过的就是发酵自然发酵的那个味道会更浓。但是这个茶的树种普文给大家分析一下，这是一个大叶种茶树。这个秋茶呢，这种做法的白茶汤有点厚度，味鲜爽度或者鲜甜度它是不够的。综合来评判给这个茶友提的意见，希望他在做白茶的这个领域里面越做越好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第一点，白茶如果你想在日晒的阳光之下快速能够干燥，能够节省这个时间，不需要去直接面对阳光的晒可以在哪里晒呢？铝皮瓦下不见紫外线，虽然有热量，白茶它不会发红，温度整体不要超过，比如说超过40度因为它温度一高，自然的破壁和转化它会比较严重。尤其是通风的簸箕上量，它就能出现较为绿的叶底，而且一定要摊薄。这类茶首先要低温通风不要日光照到的地方，让它萎凋。如果你要做日晒白茶普文还可以给你第二个意见，可以让它85%以上的叶面在没有阳光之下已经阴干，比如说这个部分的杆还是软还没有干，那你可以在下午4点钟之后的太阳，因为云南这边不一样，可以在下午4点钟之后的太阳做一个日晒萎凋，那样的话一个叶面就没有那么发红，而且这种自然破壁发酵的那个味道就像红茶发酵的味道会更轻，而且这个茶的鲜甜度会更高，茶气会更足，尤其是茶汤。像这类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，就是色底会比较重，而且喉咙会干。今天为这个茶友评判的日晒茶这款茶原料原本，但是这个茶友在做白茶的过程当中，希望这个原料完全做好，可以做得更出色。好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，普文一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、真实的原产地、真实的制作工艺。我们下一期节目见。